怎么看起来跟 iPhone 好像有点像？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个即将推出的一个手机的品牌，这个品牌叫做 Nothing。OK， 那可能很多现在有在关注手机新闻的人，应该都有看到这个手机即将要推出，那或者是在国外啊，现在有一些媒体他们已经有实际开箱上手，可是还没有测试它里面的一些功能。这个品牌呢叫做 Nothing， 那它先前有推出一只耳机，我觉得它的强项就在于它的行销，那还有它在产品设计上面有一点，就是跟我们像市面上所看得到的手机啊，还有这些耳机的设计都有很大的差异。那其实这个厂牌的创办人呢，就是先前如果你们知道，就是在美国有个品牌叫做 OnePlus， 不一定在美国啊，可是在台湾以外的地方，那这个品牌在台湾现在是没有贩售的。那这个创办人先前是那个品牌的共同创办人。那如果你当年有去追这个 OnePlus 的兴起它的这个过程的话，那你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一次 Nothing 它在行销上面的手法其实也跟 OnePlus 算非常的像。那一开始先是以一个应该讲说不一样的风格，还有好像说有某方面的理想性的这种切入点，然后去切入一个现在其实算是非常饱和也非常竞争的一个手机市场。那我们知道嘛，其实在手机市场现在就是只有两大阵营，就是苹果跟 Android。那任何新的厂牌想要打入这个市场，在苹果方面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机会，因为苹果只做自己的手机，然后只让自己的作业系统在自己的手机上面使用。所以呢，任何人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厂牌进入这个市场，唯一的走向就是 Android。可是偏偏 Android 这个市场呢，基本上已经非常竞争之外呢，相对于早年的 Android， 可能他们作业系统本身的原生作业系统并不是非常的出色，那所以很多厂商可以在上面有很多自定化，做的很多不一样的风格。那到现在 Android 本身原生的作业系统就已经做得非常出色，那这种时候很多人可能反而也更偏好这个原生的 Android 系统。那像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个样子。那当年的 OnePlus 在切入这个市场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用一个独树一格啊，或是用一个低价啊，或者说为什么好的手机需要那么贵？或者你可能不需要这么高档的配备啊，或是高档的规格，你只要有一只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手机，那他们也大致上创造出他们一个独立的信仰的族群。可是随着就是多年来的这个改变你可以看到 OnePlus 的手机做得越来越贵啊，然后它的设计的理念基本上也越来越贴近现在市场上的任何其他厂牌的手机。那当然就不禁让人觉得说，那当初这个走不一样方向的品牌价值，好像就似乎只是一个行销的切入点。因为不然说真的，如果他们一开始就以一个旗舰性的方式去打入这个市场，那当然相对他们没有办法跟现有的旗舰厂牌去竞争嘛，不管是在资源上面啊，或是现在的市场占有率上面，都很难切入这个点。所以他们一定要找一个不一样的方向，不一样的包装方式去切入这个市场，让大家至少先知道这个品牌，或者说愿意买单，然后慢慢的去开拓出来。到现在至少不能说他们市占率很大，可是至少在市场上是存活下来。那现在这个 Nothing， 因为毕竟说它的创办人也是先前从 OnePlus 的共同创办人，那看起来现在它的行销手法也是非常的类似。那我个人也没有很期待呢，我觉得其实是还好，因为我们就大概有想起来说，他先前在 OnePlus 的这种行销方式，然后用这种方式去创造声量。我不是说这个是错，我是说这个是非常好的行销方式，只就是说以我的角度看来，我大概就是看得出来，大概会走什么方向。那现在这个手机出来说呢，我一开始看到是还算有点震惊因为我觉得它整体设计的风格是完全有别于现在市场上可以看到任何手机，那比较大胆的做出这种从后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透明，可以看到里面组件的这种手机外壳的设计那里面再搭配一些 LED 的灯。那这个 LED 的灯，我觉得除了就是可能看起来好像差异性很大之外，它其实还有实际的功能性在。那比如说在你的拍照啊、录影的时候，它可以真的拿来当补光灯使用，然后实际上也是非常够亮，然后打的光源也算非常平均。那另外，你可能在设定你来电啊，或者是可能不同的 App 的通知，它可以再让你自己去制定微调，所以你可以看出它的差异性。所以我觉得背后 LED 灯条这个部分，除了噱头之外，它还有一个实际的功能性在。那这一点算是还不错。那以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规格，但它走的是中低阶的市场那以现在台湾也要开始来贩售的价格，好像就是14000多来讲，那其实以 iPhone 的角度看起来，这个算是低规的市场就是像 iPhone SE 3大概相等的价位。所以呢，很理所当然，它里面搭配的处理器就不会是最旗舰型的处理器，那可能在相机或其他的规格上面也不会是到最旗舰级。可是我觉得以现在我们对处理器还有这些效能的需求看来，其实都还是算非常的够用。那所以说呢，以现在整体外形设计看起来，我个人还算蛮满意。它长得其实有点像是可能 iPhone 12然后可能改成这种透明的背板，或是换上苹果的 MagSafe 的壳。那以作为品牌这个第一支手机来讲，就是他们算是
非常成功的吸引到很多人的注意力，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市场的饱和度，相对于先前他们 OnePlus 刚出来的时候，又有点不太一样。那加上很多大品牌，他们在这个平价跟低阶的市场后，他们现在有投入非常大的资源，所以也不算是那么容易的抢下这个市场。那我至少觉得他们在第一步这个地方走的算是非常的成功。那在这只手机在实际上市的时候呢，我当然也是期望可能会买一只来做测试给大家看了。但我觉得长期来讲呢，这个品牌在有办法吸引到人家注意力，这个是第一步的成功。可是如果有办法长期去经营下去这个品牌，或者说长期让大家对这个品牌有他们一开始创立的这种精神还存在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一点就要看他们长期来怎么发展。那我个人比较期待看到，就是说不要走向像 OnePlus 这种方向啦，就是说一开始是这样吸引人进来之后，然后最后它的走向就像一般大众的手机厂牌没有任何的差异。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像这个情况是有这个特别的市场存在。那如果 Nothing 可以坚持说他们这个品牌建立的这个风格和精神的话，那我觉得他们可以打出一片还不错的市场，不一定说一定要维持都是这种中低阶价位的手机，可是我觉得至少在产品的定位还有设计这些规划上面，都还是可以维持这种独树一格的方式。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希望现在在手机市场上看到，因为你在 iPhone 方面，你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期待什么，因为苹果给你什么，你就只能买什么，也不会有厂商，就算他们再有创意，也没有办法在 iPhone 这个市场里面做出任何的变化。那 Android 厂商里面呢，有一点现在被大型厂商定位成说，一个手机旗舰型手机大概是要什么样子。那先前其实 LG， 我觉得他们在每一年的新手机都会给我们一些很多不一样的惊喜。那虽然有的时候是有点怪，或者说他们推出来的手机，真的思维跟大家不太一样。可是后来他们现在也推出了手机市场，所以现在我觉得整个在 Android 的手机市场显得有点比较单调跟无聊。那现在加入 Nothing 这个品牌，那除了这支第一支手机之外，那可能在他们未来的产品上，他们可能会维持这种风格。那同时间呢，慢慢提升它的手机品质，又不会太贴近于现在市场上主流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机型。那也或许他们这样的行为可以带动整个 Android 的市场，做出更多不一样的变化，然后吸引更多不一样的消费者进来。那同时间呢，我觉得更多的竞争也会去刺激到 iPhone 苹果，他们可能在 iPhone 未来的设计上面会做出更多的改变。OK， 那这个就是我目前对这个 Nothing 手机的这个看法，因为很多观众在问。那到时候如果有买到的话，也会来做个开箱，然后给大家测试看看，最后再分享我使用这个手机的看法。OK， 好，那你们大家如果对 Nothing 这个品牌或手机有任何想法想分享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